大家好，我是维多利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的主题呢，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个看起来很可爱，那不过其实很有深度的角色就是所谓的性别角命 （gender brand person）。首先就要聊到性别的本质我们一开始先从一个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观念开始聊起，就是性别其实它并不是二元的它是一个光谱。什么意思呢？还记得大家有学过国中的理化吧？光谱的话，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它是一个不同的颜色连续的，并不是一刀切，非黑即白，非红即绿，并不是这样。那其实性别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并不是说不是男就是女。那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到很新。不过我发现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说在网络上好像还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性别教密人就像是一个性别地图，那帮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理解性别这个议题。性别它其实主要有四个层面。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艺术家以及性别平权的倡导者他叫做Sam Tillman， 他在2011年提出的。那经历过很多年的改版2012、2013、2018这样这些年的陆续改版。目前这个概念已经被很广泛的应用在教育心理医学公共卫生的这些领域不管是在跟民众解释或者是教学这个都还蛮普遍的用到的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教材之一了。那接下来我会逐步的带领大家去认识这四个面向。那这四个面向分别是 identity， 就所谓性别认同，然后再来是 expression， 性别表现，然后再来也是说的 orientation， 性倾向，还有第四个是 sex， 就是生理性质。那这四个呢，我一一的跟大家解释。第一个是性别认同，也就是 identity。那这个指的是说，你内心觉得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那有人不见得只认为自己是男生或女生可能会认为我两者都是，或者我两者都不是这个是来自大脑的主观感受，并不是别人能帮你定义的。性别认同并不是非男即女它有可能会在中间地带，所以有蛮多人可能会有类似，譬如说像是那种70%男生、30%女生或者是说80%男生、20%女生这种属于中间的地带那这个都是很自然的现象。那第二个呢，性别表达。性别表达指的是说你表现出来给别人看的样子，像是穿着妆容说话方式肢体语言或者是你社群上的风格那你的这些外表的表象，让人家觉得说你是符合社会上的男生还是女生的样子那这个性别表达呢，可能是男生或者是女生，或是中性或者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风格或者你有混合不同的风格都有可能举例来说有很多伪娘她们本身的当她打扮成女生的时候，她的性别表达是女生嘛那可是她们的性别认同是男生，也就是说她虽然打扮成女生，但是她平常她还是认为自己是男生她并不想要变成女生那这就是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不一致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也是正常的。那第三个呢，讲的是性倾向 orientation， 那这个指的是你喜欢的对象是谁，有可能是男生或是女生或者说你男女都喜欢，或者是说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的性别，这个都有可能。跟你认为自己是男生女生，或者是说你喜欢打扮成男生或女生，这个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举例来说，男同志通常会喜欢男生嘛，对不对？但是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男生那女同志也是一样他们喜欢女生，但是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女生那这个也说明了前面讲的3点：性别认同、性别表达以及性倾向，这3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第四个
也就是生理性别，这个是以往上传统上认定的性别，也就指的是你出生时的由医师根据生殖器官、染色体，然后再来荷尔蒙来登记的性别。那一般都会被定义成男生或女生，那有时候可能一些比较少见的状况可能会介于中间，比如说同时拥有男生或女生的性征。现代的医疗呢，可以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来改变部分的性征，那有一些也没办法，不像染色体就没办法。经过这样的解释啊，大家是不是对性别有更深一步的了解？那社会上其实常常都会用男生或女生这个很单纯的概念来分，但事实上性别是一个光谱，每个人都可能落在不同的角落，它是一个连续性、渐进性变化，它并不是一刀切的。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性别的4大面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然后性倾向、生理性别，这4个把它综合在一起看。那你是谁？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性别讲比人其实并不是要把人贴上标签，而是帮助我们大家能够更有同理心的去看待这个多元的世界。那希望呢，透过这个影片，能让你更了解多元性别的概念。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是疑问哦。那如果呢你还不清楚自己是谁的话呢，我还蛮鼓励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让他们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不管是怎么样，你绝对都不是不正常，也不是生病，性别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只是你需要更多的自我探索，才能更了解自己是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better